KWSB 用了我们的退休金来为这一大片的橡胶园打造成一个全新的 township，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呢？走。没有错啦，这可能是全马所有打工族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个月交的公积金，现在正被用来操盘这一个总开发价值高达400到600亿令吉的超级 township。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项目了，它关乎我们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所以在这支视频里面，我们不只是要去看，我们还要看得懂这一个 township project。我是Vincent Dai，在接下来这几分钟里面，我将带你深度剖析这个全名为 Quasar Damansara 的项目。这个占地约2300英亩，位于 Petaling Jaya 和 Shah Alam 之间的黄金地段，被誉为绿色、互联、包容的未来之城。到底规划了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经历了超过10年，甚至还被总稽查司点名后，它现在的进展又是怎么样？对我们这些投资者和买家来讲，是机会还是陷阱？在还没有正式进入主题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你知道这个 Quasar Damansara 呢，它其实总占地是2300多个 acres 的，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township 来的。然后如果你从 Google Map 上面看的话啦，你会看到，它上面下面有2大片青青的草的那个森林，这样子就是橡胶园啦。而且现在主要正在开发着的啦，就是上半段，也就是 under Majlis Permandangan Shah Alam 的，下面是 under Petaling Jaya 的。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 Quasar Damansara 里面的正中心，也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个 Menara KWSB， 它就是在这一个 Quasar Damansara City Center， 也就是说，这整个整个township里面呢，它是第一座出现的 CBD area 来的，所以它这边就会集中了所有的办公楼啊、retail 啊，还会有2个 retail， 然后还有一个 MRT station 叫做 Quasar Central Station， 然后唯一一座的那个 service apartment 也就是在这边叫做 Tujuh Residence， 这个就是它整个 CBD 里面的构造，而其他的围绕着这一个 CBD 的地方呢，大多数都是做这一些 residential project 咯，有 landed， 有 high rise， 有 semi-D， 有 bungalow， 有 rumah kemampuan 甚至还有一个在这个 Quasar Damansara 里面的唯一 recreation park 叫做 Taman Bandar 了。要了解 Quasar Damansara， 我们必须先了解它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可不是一片普通的荒地啊，它承载着马来西亚的经济历史。这里曾经是世界闻名的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 RRIM 的所在地。在整个20世纪，这里的研究成果，比如说提升那些橡胶树的产量啊、抗病能力啊等等的，为马来西亚这个橡胶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让这片土地的价值从农业研究慢慢的转向了城市发展。在2010年的第10大马计划下，政府决定将它规划成为一个全新的 township。最终在2012年 ，EPF 新成立的子公司 Quasar Land 以22.8亿令吉从财政部手中间接买下了这片土地。这一刻，标志着这片土地从国家过去的荣耀，正式转变为承载国家未来的资产了。OK， 历史课上完了，我们来谈谈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 EPF 要这样做？这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双重任务来的。第一个任务是，作为亚洲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手握超过1万亿令吉的资产 ，EPF 必须要不断寻找能够保值增值、对抗通膨的长期投资，为了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还能够拿到稳定的派息嘛。开发 Quasar Damansara 是 EPF 一个主动的出击，希望从土地开发中获取最大价值的纯商业投资决定。第二个就是它也是一个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的工具，尤其是现在昌明经济 Economy Madani 的框架下，它被期望能够创造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并为建筑业等等的其他相关行业注入了活力。所以你看这既又是生意，也带一点为国为民的色彩。但是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就是什么都要啦，挑战巨大。2022年总稽查司的报告就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报告指出，项目没有按照原计划实现目标。最关键的是，开发周期从原计划的15年被董事会正式修改为35年，要到2047年才完工。报告里面还提到，直到2022年底 ，EPF 除了收到利息以外，还没有从这一个项目拿回任何的母金或股息。这无疑暴露了这类大型项目背后的巨大资金沉淀，还有时间的风险。尽管时间延长，但是夸萨达曼萨拉这一个 township 规划蓝图确实是世界级别的。现在我们来深入看看它那3大支柱是什么东西啊？第一个是绿色，这不是讲罢了啊！这整个城市规划里面有超过250个英亩的绿地，由一条绿色脊梁连接在一起。亮点包括一个近29英亩的市政公园和一个超过73英亩的社区森林。更厉害的是，他们的排水系统叫做 BioEcots， 这是一种生态的排水方案来的，能够有效的防止闪电水灾，还能够把蓄水池变成一个漂亮的休闲公园，一举两得。接着就是互联，就是他们的王牌来的啊！我再讲一次，2个 MRT 站，而且其中一个是2条线的转换总站来的，这个在全马来讲是顶配来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一个夸萨达曼萨拉一头一尾呢，都有 MRT station， 分别是夸萨 Central，which is 另外一个站，还有这一个夸萨达曼萨拉 station。然后这一边呢，它是可以是有2条 MRT 线的，也就是说 MRT Line 1 Kajang Line， 还有 Line 2 Putrajaya Line 都会来到这一边的。所以变成了，如果你是从夸萨达曼萨拉搭 MRT， 你是直接可以不用转车，可以去到 TRX， 可以去到 KL 市中心，甚至可以去到 Putrajaya 那些政府部门地方，甚至可以去到飞机场。所以呀，这一个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些交通设施真的是为了这个夸萨达曼萨拉而设计好来的。公路方面呢，它连接了最少6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去苏邦飞机场也只有4公里。有 NKVE 啦，有 Plus Highway 啦，有 GCE 啦，有 Dash Highway 啦，等等等等的。在township里面还有超过23公里长的自行车道，甚至规划了一座生态桥，让你可以不用开车的情况下就能够轻松穿梭于这整个社区。最后就是包容，目标就是容纳25万居住和有工作人口，规划了超过25000个住宅单位，其中一半是可负担房屋。教育方面规划了15块学校用地，甚至已经是和英国著名的 Epsom College 的伙伴合作，要在这里建一所国际学校。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虽然他们的口号是要包容啊包容啊，但是在早期我们所看到的项目都是高端的，但不排除未来会有一些可负担的啦。而且作为一片绿地的开发，在2010到2022年间，森林覆盖率竟然减少了51%，这也是绿色城市诞生背后无法回避的现实来的。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EPF 不可能自己做到完的，它采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模式，叫做总开发商模式 （Master Developer） 咯。夸萨兰扮演总导演的角色，他负责铺好所有的主干道、水电网络，并且制定一个非常严格的城市设计指南，确保整个 township 的风格还有他们的品质是统一的。就像我们每次看到那些 Strata Land 的项目一样，要跟着 GMB 规定好来的那些外表设计啊、外貌设计，不可以随随便便装修改造的。然后他邀请了超过16家有实力的开发商，比如 MRCB、YTL、Sunshine 这些我们都熟悉的名字，来当明星导演，各自开发不同的地块。目前这种合作模式已经覆盖接近68%的土地，联合开发价值接近400亿令吉，这又能够分散了风险，也能够加快了开发的速度。但是这种模式的风险就是在于管理。总导演必须要确保这10几个大牌明星的表演都在线啊，不能够有人掉链子的。任何一个项目的延期或者是它的质量有问题，都可以影响到整个夸萨达曼萨拉的品牌声誉，非常考验夸萨兰的管理智慧。所以到了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还有对它的展望。夸萨达曼萨拉的市场定位很明显的，它想要成为顶级的、高端的。我们可以从几个过去其他 township 的那些成功的 township 看出来夸萨达曼萨拉的野心。他想像 Desa Park City 那样，通过很优越的绿化，还有这些社区的规划，创造一个让人向往的居住环境。他也想像Sunway City 那样
成为一个自给自足、拥有商业、医疗、教育核心的综合性城市。EPF 总部大楼的落成，就是这个拥有核心资产策略的第一步来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挑战的部分啊。2047年这一个超长开发周期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极大的耐心，并且面对长期的市场风险。管理10几个开发商的复杂性是巨大的运营考验，它的命运也是和马来西亚未来这20年的经济大环境紧紧的绑在一起。讲到优势方面 ，EPF 的强大财力支持几乎消除了烂尾风险。它的顶级交通连接简直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硬实力嘞！它的总体规划理念非常先进，符合未来的趋势。华沙达曼沙拉无疑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啊！它就是一场用我们退休金来下注的一个超级大的赌局，赌的就是这整个城市的未来咯。讲白了就是，如果它做成了，就是一个完美的成功 example， 然后以后可以大家来做参考。如果搞砸了，这个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提醒所有人这条路是有多难走的。所以在屏幕前的你是怎么样想呢？这个是一个100年难得的笋盘吗？还是一个听起来完美然后有风险的世纪大饼？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我们一起讨论。我是Vincent Dai，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我们下个video见。